2016年，一条横幅轰动整个游戏界，上书国产手游创新已死，抄袭等于凶手。而他所控诉的对象正是腾讯以及旗下如日中天的王者荣耀。打出这条横幅的不是别人，是一家名为斗屋网络的游戏公司。他们此举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世人知道，腾讯抄袭了他们手中的自由之战。于是，在2016年 CJ 会展期间，直接到现场拉起横幅，并向来往人群派发传单，黑底白字控诉腾讯的抄袭行为。游戏展、腾讯、抄袭，当这几个词语同时出现，瞬间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，无数玩家纷纷指责腾讯的抄袭行为。然而，事件的最终走向出乎所有人意料，腾讯及其王者非但没有受此影响，反而借着这个机会越来越火。反观斗屋网络，不仅向腾讯赔礼道歉，还导致旗下的自由之战最终走向停服。如此魔幻以及各种反转的过程，其中究竟都发生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？2009年与2011年，伴随英雄联盟在海内外上线，全球围绕游戏的讨论到达顶点。除了端游不断涌现出的产品以外，手机端也有多款产品面世。比如我手上的这款乐红捕鱼，里面的小鱼跟我们小时候玩的完全不一样，一只比一只好抓，手指随便点几下就能轻松暴击升级。更重要的是，现在关注乐红捕鱼福利官公众号，还可以领取超多的福利，还有神秘大奖哦，动动手指就能有机会。你就说这种一炮万金的打法，小时候根本想都不敢想。在捕鱼游戏风靡海内外时，2014年斗屋网络启动自由之战研发，并攻克了手机端操作MOBA游戏的难题。这便是后来控诉腾讯的双轮盘加锁定系统。简单理解就是左手控制人物行走路径，右手控制技能方向，并且上下滑动攻击键切换锁定目标。2015年1月16日，经过1年多的研发，自由之战正式推向市场。凭借手机端的便利性，外加惊艳的美术功底，简单易上手的操作系统，让这款游戏快速吸引核心玩家。上线仅1个月便拿下300万用户。在游戏成功拿下市场并取得优异成绩后，斗屋网络开始布局电竞事业，并在半年后成为世界电子竞技大赛官方指定 MOBA 手游，奠定第一 MOBA 手游的地位。而斗屋也借着这个机会开始布局海外，覆盖越南、日韩等16个国家与地区，开启了全球同服的时代。为了吸引更多英雄联盟的玩家，游戏在同年8月加入5v5模式。此时游戏的玩家人数已突破3000万。到了2015年的12月，用时仅1年时间，自由之战拿下全球4000万玩家，日活跃用户超800万，成为当时用户规模最大的 MOBA 手游。按理说，游戏做到这个份上，已经处于不败的地步，无论是产品的质量还是官方的布局，在整个过程中几乎是没有出过任何的错。但最终的结果我们也知道，王者坐稳了国内 MOBA 手游的龙头位置，至于自由之战早就被人给遗忘。这期间又发生了什么事？2015年9月，盖亚互娱宣布收购斗屋网络，不知道是时间点巧合的因素，还是盖亚方面的管理问题，只知道从这之后，自由之战的游戏环境就变了。小黑、萝莉、李逍遥等新英雄，其强度一个比一个离谱。货币方面也进行了对应的改革，加入了全新货币红水晶，导致部分英雄和皮肤仅能通过氪金购买。而反观当时的王者，还是采用游戏金币购买英雄，直接导致大量非氪玩家的不满和流失。尽管官方在之后的时间也有所察觉，开始加快了免费英雄的更新频率，试图通过这种方式留住玩家。但我们都知道，MOBA 类的游戏，新英雄出的勤并不是一件好事，因为每一款新英雄的面世都是需要经过长期的数值优化。官方急于推新的后果，就是游戏原本的平衡被打破，后期所出的一些新英雄，其强度之大，能3刀秒掉一个坦克。就这样，在非氪玩家流失后，氪金玩家也不干了，毕竟刚买的英雄可能下个赛季就不行了，或者就是刚买完就被官方削弱，大家的消费冲动大大下滑，玩家出现大量的流失。而2016年恰好是王者推出的第2年，凭借腾讯的社交平台以及宣传力度，王者荣耀很好的承接了自由之战的玩家。2016年7月，用时仅短短的8个月，王者荣耀注册玩家突破1个亿，日活跃用户超3000万。王者的辉煌难掩自由之战的没落，用户流失率超过60%。到了这个时候，自由之战全面被王者荣耀所超越。在风雨飘摇之下，自由之战的官方斗屋网络宣布进行反击，而反击的手段正是高举腾讯抄袭大旗，只是令官方没有想到，这一步居然加快了游戏的灭亡。2016年7月28日 ，CJ 会展在上海开幕。正当所有人在各个展台前参观时，一群身穿黑衣的男子径直向前走去，最终在腾讯的展台前停下脚步，从手中掏出一条横幅，向半空中高举。横幅上明晃晃写着几个大字：国产手游创新已死，抄袭等于凶手。除了拉起横幅，这些黑衣人还带来了一大叠的单子，向周围的人群散发传单，控诉腾讯抄袭自己的专利技术，也就是双轮盘加锁定的操作系统。事后证明，他们就是斗屋公司的工作人员。此次在腾讯展台周围发起抗议行
行动，无疑引发了行业震动。网上围绕此事瞬间吵成一片，有人认为是腾讯自己做的宣传，有人觉得对抗腾讯无疑以卵击石，而反感腾讯的则纷纷支持自由之战。2016年8月4日，自由之战制作人毛信良公开律师函，要求腾讯立即停止侵权，并在网上发起了一个维权贴，数万网友在上面签名对其支持。王者贴吧和自由贴吧掀起一轮又一轮骂战。几天后，带着网友的签名册与证据，毛信良在网上开启了直播起诉。其实从事后的各方分析来看，此次起诉腾讯抄袭并不是一个好计策。第一就是自由之战本身也有抄袭嫌疑，游戏在上线之初时曾大量使用英雄联盟移动端的口号，并且在英雄和技能上也曾照搬过刀塔和英雄联盟的内容。要是腾讯只是拳头起诉的话，也是够自由之战吃一壶的。第二点就是专利问题，在自由之战上线前，国内外就有很多 MOBA 手游使用了双轮盘，比如虚荣、混沌与秩序、三剑舞、时空猎人等，所以自由之战的专利不在双轮盘上，而是双轮盘家锁定的一套组合，这样的专利所覆盖的范围就非常小，很容易就可以绕过去。但由于法院最终没有判决，至今我们也无法知道王者荣耀在操作上到底有没有抄袭。而法院之所以没有做出裁定，则是因为线路故障导致停电无法工作。如此充满戏剧性的一幕就这样呈现在当时毛信良的直播间中。而更加奇怪的是，在本次起诉事件夭折后，自由之战的官方就没有了后续，没有再起诉，也没有再发声，似乎一切都没有发生过。种种反常的背后，至今让人浮想联翩。关于自由之战官方为何停止发声，如今的我们已不得而知。所知道的是，2年后，自由之战公司宣布向腾讯致歉。2018年9月17日，斗屋与盖亚联合发文向腾讯致歉，文中主要写了2件事。第一件就是2016年 CJ 会展期间，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下诋毁腾讯；另一件则是承认自由之战2抄袭王者荣耀。关于第一件事，大家已经清楚了，但是第二件事，可能有些人就莫名其妙，不是说好是王者荣耀抄袭自由之战，怎么2年后变成了自由之战抄袭王者？反转的是不是过于魔幻了一些？事实是这样的，在2017年的12月21日，斗屋网络基于自由之战推出了第2代产品，主打全英雄免费和公平竞技。其实从游戏的质量上说，自由之战2还是非常能打的，许多创意、模式、设定都让人眼前一亮。但没办法，他碰到了一个神仙公司，在2代上线前，官方就到处宣传，甚至拿1代的官号为2代引流，目的就是让1代的玩家过去2代游玩。但是1代和2代的数据并不互通，1代就算再差，大家也投入了大量的心血，怎么可能轻易就放弃1代去玩2代？就这样吆喝了2-3个月，2代的玩家数量迟迟上不去。于是官方做了一个离谱的操作，直接下令暂停1代的运营，无数玩家的心血在这一刻打了水漂。而当时官方给出的补偿就是2代的礼包，换句话说，逼着1代的玩家去玩2代。如此逆天的操作，自然引发了所有玩家的抗议，大家宁愿不去2代，也要弃坑。这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其实当时许多人都在骂，大家都搞不懂为什么官方要这么操作，理由当然也很简单，那就是1代的经济和平衡已经彻底崩塌。从2016年初开始，官方的各种操作导致货币、英雄、皮肤等问题积重难返，想要继续与王者对抗和赚钱，只能推出一款新的产品，这就是2代立项的目的。只是官方的做法过于激进，导致全盘皆输，并且更离谱的是，2代在研发过程中由于要赶工期的缘故，直接照搬了王者荣耀的内容，传闻涉及到了游戏代码，所以才有了自由之战2向腾讯道歉一说。但无论自由之战2有没有抄袭，都已经无法阻止这款游戏的停服。由于1代玩家的唾弃，导致2代的成绩非常难看，到游戏的末期，玩家总数不足5万。2019年7月29日，运营仅1年多的自由之战2宣布永久关闭服务器。而在2代关闭的半年前，官方曾经重启了1代的服务器，但游戏一回，人心难得，官方的各种操作伤透了玩家的心。1代回来后，默默运营了2年多，于2021年下半年下架。目前网上还能找到一些单机版。至此，关于自由之战的时代落下帷幕。